京都市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小盆地，在京都市的规划中，东、西、北三面的山路由于有着丰富的名胜古迹而被纳入了严格的景观保护中。盆地中间的平坦市街则因为有着众多的京町家和老街道而被限制开发，因此没有山的南部地区就成了可以被充分开发的工业区。许多世界级企业的本社都设立在此，如京瓷、日本电产、村田制作所、任天堂、罗姆株式会社等。所以在工厂林立、车水马龙的南部，观光型四舍佛阁非常少，城南宫是最吸引人的一处。京都建成于公元794年，当时叫平安京，城南宫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可惜没有确切的年份记载。古代的日本深受中国的风水思想影响，平安京南边是京城的离鬼门，为了保佑平安京，城南宫就担起了镇守离鬼门的职责。到了平安时代末期，白河天皇在南边兴建了鸟羽离宫，城南宫又成了鸟羽离宫的镇守社。此后历代天皇和上皇都常行幸于此。自从白河院开发南部的福建鸟羽地区以来，城南宫附近的城南寺就例行举办城南寺祭，其中有一个重头戏叫流堤马。这是一种骑射比赛，骑手们驾着奔跑的马将箭射在长50厘米的方形靶子上。原本这是武士们训练马术和射箭的项目，因为有速度、有比拼，观赏性极强，于是成为了朝廷的例行仪式。在祭祀中表演流堤马有祈愿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息灾和疾病痊愈的作用。从1187年开始举行以来，流堤马已经举行了800多年。城南寺荒废后，流堤马便由城南宫继承了下来。城南宫占地面积3000平，约1万平米，是非常大的神社。一般来讲，寺社周围通常都很安静，但城南宫周围是兴旺繁忙的工业区，干道公路又多，因此汽车的噪音问题比较突出。不得不说，日本的神社能延续1000年，其生存经营之道是非常灵活有韧性的。城南宫就从平安时代皇权提供服务的镇守社，转型为现在消除搬家、旅行、开车、工程等烦恼的方厨大社。人们热衷于来此祈求驾驶安全、消灾解厄。一台普通的私家车在城南宫举行服戏仪式要付费6000日元。每年夏天，各神社都会举行人穿毛轮的夏月服戏，城南宫举行的却是汽车穿毛轮的夏月服戏，实在令人叫绝。1200年前的城南宫是什么样，现已不可知，而如今的城南宫充分利用1万平米的面积，成功的改造出了5个美丽的庭园，共同构成了神院源氏物语花之庭。进入神院之后，最早会看到的是春之山，这里种植着150多株枝形优美的枝垂梅，开花时节大约在每年初春的2月下旬，是京都早春最美的赏花地。白色和粉色的梅花盛开之时，星星点点，灿若星辰，置身于梅园中，恍若沉浸于浩瀚寰宇。和樱花以群体形态取胜所不同，梅花单独一朵的形态就十分可爱，而且会散发出清冷淡雅的香气，十分迷人。盛开时，花朵呈现出完满的形状，5瓣圆润的花瓣均衡组合，花蕊挺立其中，是大自然最完美的杰作。所以梅经常出现在金果子的造型中，也常见于日本人的家纹中。京都赏梅的名所有好几处，每个人心中的第1名可能都不一样，但城南宫无论如何都能稳居前3。走过梅园，沿着院路就绕到了山坡背后。和沐浴着阳光的梅园不同，这里是茂密的守春森林。春也就是茶梅，
山茶花。它开放的季节很长，从头年的12月一直到来年的3月，整个最寒冷的冬季都有不同品种的春相继开放。日本人酷爱春，春是日本庭园中最常见的植物之一。城南宫种植的春有150多个品种，400多株。2月底是梅花和春同时盛放的时候，在阳光灿烂的梅园背后，阴翳的春树下散落的花朵点缀在爬满树根和青苔的地面上，一阴一阳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中，亭诗的神来之笔令人佩服。再往前走是平安之亭，这个池泉式庭园在造园时参考了平安时代贵族钟爱的寝殿造庭园，背后的柱山中有瀑布，溪水流至庭园中央形成池，池水倒映着社殿神乐殿，池中飘着仙岛。这里是每年春天举办曲水宴的地方。曲水宴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游乐方式，春末夏初时，文人墨客、王公贵族散坐在曲水两旁，将酒杯放入水中顺水漂流，停到谁面前谁就可以取来享用。王羲之的《兰亭序》中就记录过流觞曲水、畅叙幽情的情景。这种与季节紧密相关的风雅娱乐经朝鲜半岛传至日本，在平安贵族间非常盛行。如今这种古老的形式还被一些神社保留，除城南宫外，京都另一个梅花名所北野天满宫每年也会举行。我想起井上章一教授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寺社是保留和传承传统文化最大的一股力量。我还想补充一个对中国人来说比较意外的冷知识点，日本政教分离，寺社是独立注册的宗教法人，独立自主经营，没有政府拨款，政府也没有一个专门的宗教局来管辖寺社。从平安之亭出来后，横断干道就进入了城南宫的另一块区域乐水院，这里面有3个风格各异的庭园。首先是视听之亭，这又是一个池泉回游式庭园，池中的蓬莱仙岛上种植着4季常青的黑松和赤松，对岸的3尊石代表着人们向往的彼岸世界。池边有一座茶室药水轩，这里春天有杜鹃、紫藤，秋天有红叶，池中还有鸳鸯和锦鲤。造亭者将它命名为视听之亭，是想让人们感受到视听时代茶道、插花、能乐等艺术所具有的美感。视听之亭旁边的是桃山之亭，桃山时代是视听时代末期的一个短暂的历史缝隙时间，这期间的桃山文化绚丽、豪华、雄壮，表现了视听时代末期的动荡战争年月中怀有统一天下的野心的战国枭雄们的审美意象。在桃山之亭中，广袤的草坪代表着大海，散落的石头代表着岛屿，气宇轩昂。赫然矗立于草坪中的是苏铁群。在古代日本，苏铁是非常珍惜贵重的外来植物，在庭园中种植苏铁是力量和权势的表现。在京都，种植苏铁的庭园寥寥可数，8条宫至仁亲王的桂离宫，江户幕府驻京办事处2条城，退休上皇居住的仙洞寓所等。桃山之亭还种植了樱花和杜鹃，从春天到夏初都有美景可赏，不负桃山的美名。桃山之亭的背面是狭长的离宫之亭，和桃山之亭一样，这也是一个枯山水庭园。枯山水是一种抽象的造庭手法，用简单的沙、石、树象征宏大具象的真实风景。平坦的石头铺成的院路代表鸭川，铺满白色石头的是离宫的池塘，草坪是陆地，肌理独特的石头则代表殿舍。倾尽心血为城南宫打造了5个庭园的是有着昭和的小窟远州之称的坐亭家中根金座。小窟远州的造庭以起立区别于他的前辈孟窗书石，在江户时代颇受欢迎。
而生活于昭和时代的中根金作非常善于表现庭园之美。他在京都的作品还有妙心寺塔头退藏院的余香院、大德寺塔头兴林院的枯山水庭园、大德寺塔头黄梅院庭园、宝匡院庭园、玉香宫神社庭园、将军冢青龙殿庭园、三世护寺庭园、二条城清流园、金界光明寺庭园、妙心寺大心院庭园以及光岳寺庭园。比起作庭家重森三陵艺术性和突破性，中根金作则是将美，尤其是自然之美放在了第一位。他最负盛名的作品是岛根县的足利美术馆庭园。经常可以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足利美术馆庭园连续10几年被评为日本第一，到现在已经是连续21年了。但这句话省去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一家美国庭园杂志评选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日本杂志来评选，它绝不可能连续21年蝉联日本第一。不仅是它不可能，任何一个庭园都不可能，因为日本庭园之美各有千秋。中根金作的庭园秀美隽永，他去世之后，其后人在京都也有造园，但品质良莠不齐。城南宫地址：京都市伏见区中岛鸟羽离宫町七。交通：乘地铁或近铁到竹田下车后步行15分钟。附近景点：鸟羽离宫纪公园。